五一期间，酒店婚宴订单激增，但我还是把全城疯抢的顶流婚宴厅以成本价留给了相识20年的发小。可她的婆婆却指着我的鼻子骂我宰熟，甚至当众扇我巴掌，逼我退单。要么降价，要么退钱，我们不是非你不可。我看向始终沉默的站在一边冷眼旁观的发小，20年相识的情分彻底耗光。我当场给他们退款，转头就接了20万定金的摆桌大单。发小的婆婆扬言，有的是酒店求着他们办婚宴，可笑他们根本不知道。全城的婚宴厅早就已经订满。那天，陈杰带着他对象李然一家，浩浩荡荡10来个人来店里看场地。李然妈在看清报价单的瞬间，当场黑了脸。她把菜单往桌上一摔，指着我的鼻子就骂：“凭什么我们婚宴要2999一桌？刚才我问的那对新娘，人家一桌才1299，你跟我报这个数是什么意思？好歹你跟陈杰是发小，你就把他当冤大头宰！”我愣了愣，赶紧陪着笑脸解释：“阿姨。”您误会了，刚才那对新人的1299是只有10菜1汤的裸餐，场地、布置、酒水、客房什么都不含。你们订的2999是全包套餐，主宴会厅免费用，定制婚礼布置全含，每桌配2瓶白酒、1瓶红酒，饮料畅饮。10间客房免费2晚入住，还有接亲大巴，每桌1份定制伴手礼。算下来，可比他们。别给我说这些没用的，我不管别人涨不涨，我只知道你给别人的价格比我们低，要么按1299给我们算，要么我们就退定金换别家。从我开这个嗓子喊了出来，我就是看中你这全包服务，才勉强同意陈杰来你这儿的。你的额外服务取消了，我干嘛选你这家店？说白了，他就是想占尽便宜，用1299的裸餐价，享受2999的全包服务。可我这是开门做生意，不是开慈善堂的。李然妈指着我的鼻子，唾沫星子溅了我一脸。今天你要是不答应我的要求，我现在就退定金，让你的宴会厅5一空着。我看到时候你找谁来填这个档期？站在我旁边的服务员小孙忍不住开口：“阿姨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呀？现在全城5一的婚宴场地早就订满了，我们没涨价，还给你留了最好的厅、最全的服务，你怎么这么不知足？”李然妈嗤笑一声，斜着眼睛睨着我。李然妈争辩道：“到底是我不知足，还是你们这个老板黑心？为了挣钱，连相熟的情分都不要了！赶紧的，要么降价，要么退钱。”他带来的亲戚也跟着帮腔：“你要不退，我们就去网上给你刷差评，让全城的人都知道你们这家店有多黑。哪有你这种杀熟的发小，太黑心了！降价我们也不定了，赶紧退钱！什么破店！”几个人当场就拿出手机，点开点评软件，就要开始写差评。我看着在一旁站着默不作声的陈杰，察觉到他看我的眼神里带着的埋怨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摸了摸还在发烫的脸。20年的情分在这一刻彻底耗光了，这个发小没有任何维护的必要了。我扯动嘴角，露出一个冰冷的笑：“好，我现在就给你们办理退款。”李然妈愣了一下，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爽快，随即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。这还差不多，赶紧退了，耽误我时间。
什么玩意儿？开个破饭店真把自己当人物了？我告诉你，有的是酒店求着我们办婚宴。前台小张查询订单信息，给他们办理退款。我走到一边，拿出手机拨通了之前被我婉拒的婚庆公司王总的电话。王总是本地一家知名婚庆公司的老板，他人实在，手里全是高端客户。半个月前他就找过我，说承接了市里的公益集体婚礼项目，有10对新人要在5月2号办婚礼，需要能容纳100桌的主宴会厅，还要连包2天的副厅办答谢宴。他当时就想到了我的百合厅，我当时已经答应了陈杰，把主宴会厅留了出去，剩下的场地根本满足不了他的需求，只能婉拒了。王婷当时急得都快哭了，说这个项目是他跟政府合作的重点项目，要是黄了，不仅公司口碑毁了，还要赔一大笔违约金。他让我要是有档期空出来，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他。电话响了一声就被接起，我开口问王姐，你之前说5一有个集体婚礼，场地定到了吗？王婷的声音里满是绝望和疲惫。就是没订到，项目都要黄了。我这会儿正准备跟主办方申请取消呢，还得挨个给新人道歉。我这公司啊，怕是都要栽在这上面了。听到他要取消项目，我连忙道：姐，我这儿有档期，5月2号主演会厅空出来了，连带副厅，够你们90桌婚礼加2天答谢宴用，你要不要？电话那头沉默了2秒，随即爆发出王婷惊喜的尖叫：真的吗？苏老板，你没骗我吧？我要多少钱我都要，只要有场地。我按照给陈杰的价格，一字一句地说2999一桌，包场地布置，全场酒水，婚房住宿，接送大巴，还有定制伴手礼，跟我给老公户的价格一模一样。王婷又是一阵兴奋的大喊：天哪，苏老板，你这简直是在做慈善啊！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。不行，我得马上给你打定金，不然你这场地又被别人抢了。话落，我的手机叮的一声，20万定金瞬间到账。王婷还补了一句：这是定金，我们连婚礼带答谢宴，一共3天的档期，我马上带着合同过去，剩下的尾款一次性付清。我的好妹妹，你可千万要把场地给我留好。我连连应答，心里没有半分因为陈杰退单的不悦，反而无比轻松。李然妈说的对，想挣钱确实不能太有良心。王总这3天的100桌大单，可比他们那30桌斤斤计较的婚宴省心多了。想起陈杰，我心中不免这一阵发凉。年前他就苦苦哀求，拿我们20多年的情分说事，硬是让我把最好的婚宴厅在5一黄金周给他空了出来。我摸着还在隐隐作痛的脸，只觉得荒唐又可笑。我念了半辈子的情分，竟换来了这记毫不留情的耳光。挂断电话，我回到酒店前台，前台小姑娘已经办理好所有退订手续，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了陈杰。李然妈拿着手机，得意洋洋的对着身边的儿媳和亲戚们说：看到没？对付这种黑心老板就得硬气。走，我们找更好的酒店去，让他守着空场地哭去吧。陈杰跟着李然妈走了，可刚走到酒店门口，他们却又停住了脚步。现在是中午12点，5一期间涉及到婚车租赁，全城的车早就被订空了。想临时找车去看场地，包车一趟至少要200块，10几个人跑下来，光车费就要上千。李然妈这么抠门的人，自然舍不得掏这个钱。她犹豫了一下，对着身后的亲戚说：公交车下午2点上班，反正咱也没事儿，我们就在大堂休息区等一会儿。我已经托朋友问场地了，等消息就行。咱一会儿坐公交走。说完，他率先走回大堂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翘起2郎腿，玩起了手机。他的那些亲戚们面面相觑，也只能拖着行李，无奈地跟着他坐了下来。10几个人把酒店大堂的沙发坐得满满当当。前台小张看着他们，气得脸都白了，暗戳戳地跟我嘀咕：他们怎么好意思坐在这儿啊？刚打了老板，闹完退单，还赖着不走，真恶心。我撇嘴笑了笑，就让他们在这儿坐着吧。我还盼着他们能亲眼看到王总带着集体婚礼的团队进来签合同呢。我要让他们知道谁才是那个真正的笑话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大堂里的时钟滴答滴答的响。一开始李然妈还挺得意，刷着手机哼着小曲，时不时还瞪我一眼，一副吃定了我的样子。可过了1个小时，她就开始坐不住了，不停地看手表，时不时站起来走到门口张望。给他托的朋友发消息，打电话的语气也越来越慌。他带来的亲戚们也开始不耐烦了，凑在一起小声议论。前台询问婚宴场地的电话络绎不绝。又过了半个小时，有2对新人走进酒店，询问5一的档期。老板，5月2号的宴会厅还有吗？我们2对新人需要一个大厅，大概60桌。我站起来礼貌拒绝，不好意思，没有了，5一所有档期都订满了。新人满脸失望地走了。李然妈看到这一幕，眼睛瞬间亮了起来。她凑到陈杰身边，小声说：看到没？他当着我们的面拒绝别人，就是等着我们回去求他呢。哼，我才不会主动求他，
等会儿他肯定会过来跟我们说好话，到时候我们就咬死1299，还让他保留所有服务。陈杰听了也跟着点了点头，觉得李然妈说的有道理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又有好几波新人来问档期，我因为接了王总的单子，只能都一一回绝了。李然妈翘着二郎腿，得意地看着我，好似我拒绝其他人都是为了等待她回心转意。下午1点半，距离公交车来还有半个小时，有个年纪稍大的长辈忍不住了，凑到李然妈身边，小声说：“小芳啊，要不我们还是在这儿办吧？我刚才问了好几个老伙计，他们家孩子5一办婚宴，最便宜的裸餐都要2500一桌，还什么都不包，这儿2999全包，真的不算贵。”而且这的服务确实挺好的。另一个亲戚也跟着说：“是啊，姐，我刚才刷手机看到本地新闻说全城5一婚宴场地全满了，我们要是再不定，待会儿真的没地方办了。孩子的婚礼总不能延期吧？”李然妈脸上的得意一下子僵住了，她其实早就慌了。刚才她偷偷刷了一下手机，打遍了全城酒店的电话，得到的回复全都是5一档期已满。可她拉不下脸，硬着头皮说：“慌什么？他就是故意抬价，等着我们妥协呢。我去跟他谈，保证1299拿下，还让他所有服务一点都不少。”说完，他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衣服，慢悠悠地走到我面前，脸上挤出一个虚伪的笑容。李然妈说：“小苏啊，商量个事儿呗。你看我们这么多人，亲戚都叫好了，日子也定了，现在换地方也不方便。要不这样，我们还是在你这儿办，你给我们1299一桌，服务一点都不变，怎么样？”我抬头看了他一眼，淡淡的说：“不行。”李然妈脸上的笑容一下子消失了，她破口大骂：“姓苏的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我能回来办是给你面子，不然你这个宴会厅就得空一整个5一。”我没理他，低头继续核对王总那边的合同细节。李然妈咬了咬牙，退了一步：“行，算你狠，1500不能再多了，这已经是我的底线了。你要是再不同意，我们真的走了。”我依旧头也不抬，告诉他不行。李然妈彻底怒了，指着我的鼻子骂得越来越难听：“你什么意思？1500还不行？你想钱想疯了吧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不接其他桌，就是想等我们服软，想让我们多出钱。我告诉你，门儿都没有！贱人，开个破酒店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看你这破酒店迟早倒闭！”前台小张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他说：“你嘴巴放干净点，再骂人我们就报警了。”李然妈有恃无恐：“报警？你报啊！警察来了正好，让大家都看看这个黑心老板是怎么专杀老熟户的。”就在这时，酒店门口传来了一阵热闹的声音：“苏老板，我们到了。”议论声接踵而来，有人惊叹这家酒店远比之前看过的那家更漂亮，还有人感慨2999的全包价格格外划算。我抬头一看，王总带着集体婚礼的主办方、工作人员，还有好几对新人代表，浩浩荡荡地走进了酒店，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。我立刻站起身迎了上去，脸上露出了真诚的笑容，跟王总打招呼，说他们总算来了，场地都已经准备妥当。我告诉王总，主宴会厅、化妆间、婚房都给他们留着，全是最好的位置。王总紧紧握着我的手，连声说我是他的救命恩人。他原本以为这个项目黄了，都已经准备赔违约金了。王总感慨，我这一下直接挽回了他的公司和口碑，这份大恩不必用言语言说。他当场承诺，以后他公司的所有婚庆单全定在我这里。我忙着接待王总一行人，核对合同，敲定细节，根本没空理会站在一边的陈杰他们。陈杰和李然妈傻愣愣地站在原地，看着眼前热闹的景象，一个个目瞪口呆。他们怎么也没想到，在他们退单之后，我不仅没让场地空着，反而接了更大的单。李然妈的脸一阵红一阵白，像个调色盘一样难看至极。她不甘心，偷偷走到几个新人代表身边，小声搭话，告诫在场的新人别被骗了，谎称我这家店是黑店，而我专杀熟客，刚才还坑了他们。他催促新人赶紧走，别在这里办婚礼了。一个小伙子转过头，疑惑地看着他，反问他这怎么能叫杀熟？2999一桌，包场地、布置、酒水、配送、婚宴客房，这根本算不上杀熟。小伙子说，他们问遍了全城10几家酒店，同样的配置，最便宜的都要3999一桌，质疑他是不是搞错了。旁边的姑娘也跟着开口附和，说我给他们的是公益价，这么良心的人怎么可能开黑店？那姑娘反倒质疑他才是骗子，想骗走他们，自己好占下场地。一同前来的主办方工作人员也皱起了眉，看向李然妈。工作人员警告他不要干扰双方的合作，不然就要请保安了。李然妈碰了一鼻子灰，灰溜溜地退了回去。就在这时，她的手机疯狂响了起来，是她托的朋友打来的。她连忙接起，刚听了2句，脸就彻底白了。电话那头，李然妈托的朋友给她带来了消息，朋友告知她，全城所有酒店5一前后1周的婚宴档期全满了，连成交的小馆子都订不到了。挂了电话，李然妈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再次冲到我面前，语气里带着一丝哀求。她连声跟我道歉，说之前是她不对，给我赔不是，恳求我按2999的价格给她场地。她依旧把婚礼定在我这里。我看着她，淡淡的开口回应，说实在不好意思，场地全满了，没档期了。李然妈瞬间急了，连忙追问客房的情况，问我10间客房总能匀出来吧。她又退一步说，
实在不行副厅也行，他们挤一挤，25桌也能放下。我摇了摇头，把情况如实告知他。我说副厅也被王总包了，他们要办2天的答谢宴，客房也全给集体婚礼的新人留好了，真的没位置了。李然妈彻底慌了，身后的亲戚们也炸开了锅。陈杰的脸当场就沉了下来，走到一边给李然打去电话，低声吵了起来。李然妈看着灯火通明的酒店大厅，看着我和王总一行人签合同付尾款，听着身边亲戚的埋怨，儿子儿媳的争吵，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骨头，瘫软在了沙发上。王总带来的团队动作很快，合同核对无误后，尾款当场全额到账。随行的设计师立刻跟着酒店工作人员去宴会厅测尺寸，敲定最终的布置方案。大堂里人来人往，全是为了这场公益集体婚礼忙碌的身影，没人再去关注沙发上那一群灰头土脸的人。陈杰挂了和李然的争执电话，红着眼圈走到我面前，嘴唇连揉了半天，也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。我没给他开口的机会，侧身绕过他，继续陪着王总核对流程细节，连一个多余的眼神都没分给他。20年的情分，在他看着我被扇巴掌却一言不发的那一刻，就已经死透了。没过多久，李然妈被亲戚们搀扶着，灰溜溜的带着一行人离开了酒店大堂。他们离开后，李然妈几乎打遍了城里城外所有酒店、酒楼的电话，从5星连锁到街边家常菜馆，无一例外。5一前后1周的婚宴档期全满，她拖遍了所有能搭上话的亲戚朋友，甚至找到了之前一起跳广场舞的老姐妹，想托关系找个空余的场地。可得到的回复全都是一样的，根本没有漏可捡。有相熟的人忍不住劝她说，当初我给的2999全包套餐，在5一档根本就是捡了大便宜，现在回头去跟我好好道个歉，说不定还有转换的余地。可李然妈死要面子，一口咬定是我黑心宰熟，宁愿多跑几10公里找场地，也不肯低头回来找我。眼看着婚期越来越近，请帖早就发出去了，亲戚朋友都知道李然5一要办婚礼，现在要是连场地都找不到，李家的脸就要彻底丢尽了。李然妈最后实在走投无路，她只能带着李然和陈杰开车往城郊几10公里外的乡镇跑，找那些连大众点评都搜不到的农家乐。跑了整整1天，终于在一个偏僻的村子里找到了一家破旧的小店，院子里勉强能搭棚子，摆下25桌。5月2号当天刚好有空档，农家乐的老板看着他们急得火烧眉毛的样子，直接坐地起价，一桌最简单的10菜1汤，裸餐就要1800块，1分钱都不肯少。老板还明确说明场地、桌椅、雨棚都要额外加钱，厨房师傅5一期间的双倍工资也得由他们全额承担。李然妈看着农家乐斑驳的墙面、坑坑洼洼的水泥地，还有连空调都没有的简易棚子，心里100个不愿意。可眼下没有别的选择，只能咬着牙交了定金，定下了这个场地。定下场地的那一刻，李然妈才算松了半口气。可等她一笔一笔算下来，才发现这趟贪小便宜的操作早就把预算超了个底朝天。当初我给的2999一桌，全包了场地、布置、酒水、客房、接亲大巴和伴手礼，30桌算下来总费用不到9万块。可现在农家乐的裸餐就要1800一桌，25桌光餐费就要4万5，额外租雨棚、舞台、音响、桌椅花了8000，找婚庆公司做最简单的布置，人家5一期间的加急单开口就要1万2，最基础的4大金刚、金牌司仪、双机位摄影摄像、跟妆、督导、打包价都要1万5，酒水饮料需要自行采购，25桌的白酒、红酒、饮料算下来又是2万多。接亲的大巴车租不到，只能找亲戚朋友凑车，给司机的红包和油钱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原本答应给宾客准备的伴手礼，也只能临时换成最便宜的喜糖盒。就连新人接亲要用的婚房，因为农家乐根本没有配套客房，只能在附近镇上的小旅馆订了几间房，环境脏乱差不说，价格比市区的5星酒店还贵，一晚上就要800块，一笔一笔加起来，总费用早就超过了10万块，比当初在我酒店办的预算足足多花了2万多。可换来的却是连市区小饭馆都不如的场地和服务。李然妈看着账本上的数字，心疼的整夜睡不着觉。可事到如今，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。婚期当天，天公不作美，凌晨4点多就开始下起了瓢泼大雨，豆大的雨点砸在地上，溅起一片片泥水花。农家乐的院子里，前一天刚搭好的简易雨棚被大风吹得摇摇晃晃，工作人员手忙脚乱地拿着塑料布补漏洞，地上全是泥泞，踩上去就是一脚的泥。原本计划好的户外仪式，因为大雨彻底泡汤，只能临时把舞台往雨棚最里面挪，勉强挤出来一块小小的区域，留给新人举行仪式。25桌酒席挤在漏雨的雨棚里，桌子挨桌子，椅子碰椅子，宾客们坐得挤挤挨挨，连转身都费劲。雨棚漏下来的雨水滴在桌子上，宾客们只能拿一次性碗接着，叮叮当当的雨声盖过了音响里放的婚礼进行曲。开席之后，端上来的菜更是敷衍到了极致，承诺的10菜1汤，要么是分量少得可怜，要么是食材不新鲜。清蒸鱼腥气扑鼻，红烧肉炖得又柴又硬，连最基础的果盘都是用烂了半边的水果凑出来的。
农家乐的后厨因为人手不够，上菜慢得离谱，前一桌的菜都快凉透了，下一桌的菜还没端上来。宾客们举着筷子等半天，只能喝着手里的白水，脸上全是不满。酒水是他们自己提前采购的，可因为预算超支，只能把原本订好的品牌白酒换成了市面上没人听过的杂牌酒。红酒也是几十块钱一瓶的劣质酒，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。不少宾客看着桌上的酒水，脸上的笑意都淡了下去。雨棚里的宾客们看着眼前潦草又狼狈的场面，忍不住凑在一起小声议论起来。不少人都是当年在我酒店里参加过陈杰家酒席的，清楚知道我酒店的环境和菜品，对比着眼前的农家乐，更是忍不住摇头。有人小声感慨，当初明明能在市中心最好的酒店办婚礼，全包套餐才2999一桌，非要贪小便宜闹退单，现在弄到这个穷乡僻壤的农家乐，花的钱更多。不仅如此，还办得这么丢人，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。也有人私下议论说，都是李然妈太不讲理，人家李杰发小好心给留了最好的场地，给的还是成本价，他不仅骂人家宰熟，还动手打人，现在弄到这个地步，全是他自己做的。那些随了厚礼的亲戚看着桌上敷衍的饭菜和劣质的酒水，脸上全是不满，直接把喜糖盒往兜里一揣，找了个借口就提前离场了，连酒席都没吃。议论声越来越大，不少话都飘到了李然妈的耳朵里。她坐在主桌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手里的筷子攥得紧紧的，却一句话都不敢说，只能硬着头皮假装没听见。从接亲开始，陈杰的眉头就没舒展过，全程黑着脸，没有半分新娘该有的喜悦。亲戚朋友们都在询问他，为什么把婚礼办在这么偏僻农家乐。他看着镇上小旅馆里泛黄的墙皮、漏风的窗户，还有亲戚朋友发来的询问信息，无言以对，心里的委屈和愤怒达到了顶峰。20年的发小情分被她婆婆亲手撕碎。她当初为了让我留档期，软磨硬泡了半个多月，说绝对不会让我难做。可最后，她看着我被扇巴掌，却连一句维护的话都没说。现在婚礼办成这个样子，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在看她的笑话。她这辈子就结这么一次婚，竟被弄得如此潦草狼狈。他所有的期待和憧憬全都化成了泡影。陈杰家的长辈本就对这场潦草的婚宴满心不满，席间的议论声越来越大，字字句句都在数落李家办事不周，为了贪小便宜，把好好的婚礼办成了笑话。这些话尽数落进了李家亲戚的耳朵里，本就憋着气的两家人当场撕破了脸。双方从互相指责升级成了激烈的争吵，推搡间撞翻了旁边的酒桌，酒水混着地上的泥泞溅了在场人一身。恰逢主持人照着流程念着誓词，询问新人是否愿意让对方成为自己的伴侣。双方亲戚推搡打骂的混乱，直接盖过了司仪的询问。陈杰握着话筒的手越收越紧，终于在一片嘈杂里开了口。声音透过劣质的音响盖过了所有的争吵。他没有说出那句约定俗成的誓词，而是当着全场宾客的面细数了从订婚宴开始，李然妈一次次的无理取闹与贪得无厌，从准婆婆蛮不讲理的压价，当众动手打人的蛮横，全都摆在了所有宾客面前。李然站在她身边，脸上全是尴尬，不停给她使眼色。可她看着台下李然妈那张强装笑意的脸，又想起了酒店里那记狠狠打在我脸上的巴掌，我眼里的震惊与委屈，想起了我当初毫不犹豫给她留档期的样子。陈杰积攒了许久的情绪终于彻底爆发了。他明确表达了自己不愿成婚的决定，控诉李然从头到尾的和稀泥，从未站出来维护过他一次。更坦言自己最后悔的事，就是为了这样一家人，丢了自己相交20年的发小，寒了真心待他的人的心。雨棚里的宾客们鸦雀无声，只有雨声哗哗作响。李然妈气得浑身发抖，李然则站在原地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随后陈杰扔掉手里的捧花，扯掉了头上的头纱，直接转身走下舞台，拎着自己的包，冒着大雨走出了农家乐，留下满场错愕的宾客，还有乱成一锅粥的李家人。这场筹备了几个月的婚礼，最终以这样潦草又难看的方式彻底告吹了。婚礼黄了之后，李家成了整个圈子里的笑柄，走到哪里都有人指指点点。李然因为这件事和他妈爆发了前所未有的争吵，随后直接搬出去住了。从那以后，连家都很少回，亲戚们也都躲着他们走，生怕沾染上什么麻烦。李然妈一辈子要强，从来没受过这么大的委屈，丢过这么大的人，可她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，反而把所有的错都怪到了我的头上。在她的偏执认知里，要是我当初肯低头按1299的价格给她办婚礼，就不会有后面这些事。要是我没有接那个集体婚礼的单子，她回头找我的时候就还有专翻的余地，最后也不会落到去农家乐办婚礼的地步。他越想越偏激，越想越觉得是我毁了他儿子的婚事，毁了他们李家的名声，心里对我的怨气越来越深，直到最后生出了极端的念头。那天中午正是酒店的用餐高峰期，大堂里坐满了吃饭的客人，
李然妈突然冲进了酒店大堂，手里攥着一把水果刀，直奔前台。大堂里的客人瞬间乱作一团，前台的小姑娘也吓得脸色惨白，躲到了桌子后面。酒店的保安反应很快，第一时间就冲了上去，趁着她情绪激动没注意，从侧面扑上去，把她手里的水果刀夺了下来。她被保安按在地上，嘴里骂着难听的话，把所有的脏水都往我身上泼，把自己所有的不幸都归咎到我的身上。我站在2楼的走廊上，看着楼下歇斯底里的他，只觉得无比荒唐。保安控制住现场后，立刻报了警，警方很快赶到，将他带走调查。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寻衅滋事，还在公共场所持械威胁他人，扰乱公共秩序，最终被依法拘留。这件事之后，李家的名声彻底烂透了。原本还有人给李然介绍对象，但一听说他家有个持刀闹事留了案底的母亲，全都立刻回绝了。而另一边，我酒店承办的这场公益集体婚礼办得空前圆满。婚礼当天，主宴会厅被布置得温馨又大气，10对新人在亲友和主办方的见证下完成了婚礼仪式，全程没有出半点差错。我给他们准备的全包套餐，不管是菜品口味还是服务细节，都做到了极致。每一桌的宾客都吃得十分满意，新人们更是连连道谢，说我给了他们一场完美的婚礼。这场和政府合作的公益集体婚礼被本地的媒体全程报道，还登上了本地新闻的头条。不少网友看到报道，都夸我良心经营，价格公道，服务到位。婚礼结束之后，王总果然兑现了承诺，把手里所有的婚庆订单全都定向推给了我的酒店，还和我签了长期的合作协议，成了我们酒店的独家合作婚庆公司。经此一事，我的酒店在本地的口碑彻底爆了，不少准备办婚宴的新人都慕名而来，点名要订我们酒店的场地，还有不少办寿宴、宝宝宴、商务宴的客户也都纷纷找上门来。短短1个月的时间，我们酒店下半年的婚宴档期就被订得满满当当的，甚至还有不少新人提前预定了明年5一的档期。酒店的生意比之前火爆了不止1倍，前台的小姑娘们都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订单，每天接咨询电话都接到手软。话是这么说，可他们脸上全是藏不住的笑意。我也借着这次的机会，对酒店的菜品和服务做了全面的升级，推出了更多性价比高的套餐，不管是高端宴请还是普通家庭的聚餐，都能找到合适的选择。老客户的复购率也越来越高，偶尔也会有相熟的老客户跟我提起陈杰，语气里多带着惋惜，问我有没有再和他联系过。我大多只是笑着摇摇头，端起茶杯抿一口，不接话，也不多做评价。20年的情分早就彻底死透了，连带着那些一起长大的细碎回忆都成了不值一提的过往。可我没想到，最先找上门来的是陈杰的父母。事发后第3天，2位老人就提着满满2兜礼品来到了酒店，脸上满是愧疚和难堪。他们一见到我就不停弯腰致歉，反复说着是他们娇女无方，对不起我这么多年的照拂，更对不起2家人几10年的交情。我清楚地记得，6年前我刚盘下这家酒店，资金周转不开，是陈杰的父亲主动把家里办寿宴的单子交给了我，他还拉着好几个老伙计，把家里的红白喜事宴请全都定在了我这里，算是帮我撑过了最难的起步阶段。也是从那时候开始，陈杰家所有的宴请，我全都是按着成本价走，1分钱的利润都没加过，哪怕后来全程的包桌价格翻了倍，我给他们的报价也从来没有变过。这些事陈杰的父母一直都清楚，也不止一次当着我的面叮嘱陈杰要记着我的情分，不能给我添麻烦。我收下了2位老人的道歉，却把带来的礼品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，只说上一辈的交情归上一辈，我和陈杰之间的事过去了就过去了，不必再提。2位老人看着我平静的神情，最终只能叹了口气，红着眼圈离开了酒店。从那之后再也没有来过。陈杰的消息我还是从相熟的朋友那里零星听到的。婚礼闹崩的当天，他从农家乐回了娘家，转头就托律师把李家给的彩礼3金全数退了回去，连带着2家一起置办的婚庆用品也全都折价算清。他和李家断得干干净净，没有半分拖泥带水。只是经此一事，陈杰在本地的圈子里彻底没了立足之地，走到哪里都能听到旁人的议论。有人说他拎不清，为了婆家寒了真心待他的发小，最后落得一场空。也有人说他懦弱，连自己的朋友都护不住，活该被婆家拿捏。陈杰原本在本地一家国企做行政，工作稳定体面，却因为这件事天天被同事指指点点，最终只能递交了辞职信。在事发后的第2个月，就收拾行李去了南方的一座沿海城市，再也没有回来过。他走之前给我发过一条很长的微信，字里行间全是歉意和后悔，说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我给的是成本价，也知道她婆婆的要求有多无理，只是那时候她满心都是即将到来的婚礼，怕和婆家起冲突，怕婚事黄了被人笑话，最终只能选择沉默，眼睁睁看着我受了委屈。
他还说，婚礼当天看着满场的狼藉，他最先想起的是小时候他被人欺负时，我第一个冲上去护着他。是他哭着说想在最好的酒店办婚礼时，我毫不犹豫答应给他留档期的样子。这条微信我看了一遍就直接删掉了，不是还心存芥蒂，只是我清楚的知道迟来的道歉比草都轻。他后悔的从来不是伤害了我，而是后悔自己的选择，最终毁了他期待已久的婚礼。从他选择沉默的那一刻起，我们之间就再也没有回头的可能了。至于李家，日子过得更是一地鸡毛。李然妈从拘留所出来之后，整个人就垮了大半。她以前最爱凑在广场舞队伍里出风头，最爱跟老姐妹炫耀自己儿子多有出息，未来儿媳多懂事，现在却连小区的门都很少出，偶尔下楼买个菜也总是低着头，生怕遇到熟人。小区里的人都绕着她走，以前一起玩的老姐妹也全都断了来往，没人愿意跟一个当众撒泼打人还持刀闹事留了案底的人走得太近，怕惹上不必要的麻烦。她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因为这件事接连犯了好几次，身边却连个端水递药的人都没有，只能自己一个人撑着去医院，日子过得冷清又憋屈。可直到现在，她也没觉得自己有错，依旧把所有的不幸都归咎在我身上。她总是跟那些跟为数不多的还愿意跟她说话的人抱怨，说要不是我黑心宰熟，要不是我不给她留余地，她儿子的婚事不会黄，家里也不会落得这个下场。李然的日子也没好到哪里去，原本他在单位里有个很不错的晋升机会，都已经进入了公示期，却因为家里的事被人举报，风评一落千丈，晋升的事彻底黄了。他被调到了单位里最清闲的边缘部门，再也没有了升迁的希望。李然从家里搬出去之后，就在单位附近租了个一居室的小房子，很少回家，也很少跟他妈联系，逢年过节也只是转点钱过去，人从来都不露面。母子俩因为这件事结下了很深的疙瘩，见了面说不上两句话就会吵起来，再也回不到以前的样子。身边的亲戚朋友也都躲着他走，以前总有人给他介绍对象，现在却连个牵线的人都没有。但凡听说了他家的事，知道他有个这样的母亲，全都立刻回绝了，没有半分商量的余地。听说他到现在也还是单身一个人，日子过得浑浑噩噩，没什么起色。而当初被他们视作笑话的我，日子却过得越来越顺。我和王总从惺惺相惜的合作伙伴变成了无话不谈的闺中密友，我们俩互相扶持，互相成就。他的婚庆公司靠着稳定的场地合作，成了本地当之无愧的行业龙头。我的酒店也靠着源源不断的订单，生意越做越大，成了本地婚宴和宴请的首选之地。又是一年5·1黄金周，酒店里依旧是人声鼎沸，热闹非凡。3个宴会厅全都排满了档期，从1号到5号，每天都有新人在这里举行婚礼，连副厅和包间都被订得满满当当，没有一天空着。我站在2楼的走廊上，看着楼下主宴会厅里新人在亲友的祝福声里交换戒指，脸上满是幸福的笑意。宴会厅里布置得温馨又浪漫，每一桌的宾客都吃得尽兴，笑得开怀。王总端着2杯果汁走过来，递给我1杯，笑着碰了碰我的杯子，说今年的档期又全满了，就连后年的5·1都已经订出去一大半了。他手里还有好几个高端婚礼的单子，问我能不能再匀出点档期。我笑着接过果汁，看着楼下热闹的场景，心里平静又安稳。当初陈杰那件事确实让我寒透了心，可也正是那件事，让我看清了很多人，也明白了很多道理。情分这东西从来都不是靠一个人的单方面付出就能维系的，你拿真心待人未必能换来同等的真心，可只要守住自己的底线，对得起自己的良心，不贪不该占的便宜，不亏不该欠的情分，以诚心换诚心，日子总会越过越好。